欧洲杯4强决出，有个新面孔在里面，荷兰。距离上一次进4强呢，还是20年前。荷兰是个怎样的国家？经济发达，农业产品呢出口世界第2，还有一批科技巨头。同样呢，它也是个色情大国，首都诚信都，持证就能上岗，完事呢还给你开发票让报销，真的简直酷死。荷兰一个发达国家是怎么变成如今开放的模样的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，北滨北海，与德国和比利时接壤，面积不大，约4.2万平方公里，也就半个重庆大，人口呢却很多，约1797万人，算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。荷兰呢不仅面积小，自然资源也几乎没有，耕地面积更是不到我国的0.5%。更夸张的是，它大半的土地呢都是低于海平面，说不定哪天突然就被海水淹了。再加上荷兰呢海拔高，日照时间不足，换成其他地方估计得靠进口粮食过活了。但荷兰在这种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，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世界第2大农产品出口国，生产的蔬菜水果不仅产量高，种类还多，在满足自身外还能大量的出口挣钱。其中花卉不管是生产还是出口都是世界第一，农业发达，科技相当的厉害，像阿斯麦、飞利浦等科技巨头都是他们家的。不仅如此，荷兰的地理位置也相当优越。过去它为啥会成为海上马车夫呢？其中一个原因不就是因为它位于入海口，拥有优秀的港口鹿特丹港口，至今都是世界上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。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充斥着卖淫、毒品和人口拐卖。当别的国家还得偷摸的找块地儿当红灯区，而荷兰呢直接不装了，整个国家直接被打上性都的称号。走在街上，白天还是展示衣服的橱窗，等到了晚上就成了性感女郎的坤台，整得好像是个超市似的，啥类型的都有，就等着游客们尽情挑选。早在2000年，荷兰就公开宣布，以后在我这儿搞色情有也合法了，只要经过健康检查，再拿到合格证，就能持证上岗合法赚钱。当然有些必要的事情呢也得安排上，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就得检查，避免传染病。还有既然都合法了，自然也得交税。最离谱的是，在荷兰不仅可以合法嫖，甚至还能补贴嫖。它不是福利好，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吗？于是呢，当地人就认为都合法化了，那接受性工作者的服务也应该是补贴的一环。所以他们就规定，如果是残疾人，那每年呢都有12次机会接受服务。好，这样的搞事吧。经过20多年的熏陶，卖淫这件事呢，在荷兰早就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儿。相反，当地政府还专门给性工作者竖了个雕像，用来致敬。毕竟靠着色情荷兰这些年着实赚了不少钱，每年成千上万的人都跑到荷兰来旅游。你以为大部分人真的是来看什么风景的吗？人家可是来这学外语的。所以为了稳定赚钱，再加上这些人呢也是纳税人，每年都交税，所以当地政府也会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。比如说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设有巡警巡逻，疫情期间呢因为开不了张，还给每个持证工作者发了1000多欧的补贴金。性合法化给荷兰带来的是每年大笔的收入，是发展的经济。所以呢有人向我国提也要合法化，毕竟又能赚钱又能提供岗位，一举两得呀。但你要知道的是，所谓的合法化，别看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实际呢却败絮其中。在荷兰几万名性工作者当中，荷兰人不到1/3，其余的都是来自东欧或者经济差的国家，而且只有少部分人是主动参与的，其他都是被动加入的。怎么个被动法呢？要么被拐卖，要么就是被骗，说是接受个好工作，每个月有好几万的收入。结果呢，人刚到地方，身上的钱护照手机之类的东西都被收缴，人也被关到小黑屋里，强迫他们接客。不过确实是能赚钱，但能赚到的呢，终究是少数。更多的人呢，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。而那些人贩子呢，为了更好的控制他们，还会让那些被拐骗来的女性染上毒瘾。用这种办法都不需要再把人关起来，只要不听话就不给，这让那些有毒瘾的人崩溃呀。所以一旦上当受骗，这辈子就算毁了。从今以后只能过上没有尊严的生活，成为被人赚钱的工具。除此之外，不止成年女性，更有变态会把女性的年龄无限下调，哪怕是只有几岁的小女孩也难逃魔掌。每年都有上千名女性被卖到荷兰，而这样的惨剧呢，时时刻刻都在荷兰发生。所谓的合法化，看似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纵容。女性的日子不仅没能过得好，反而会更加的生不如死，因为没有了法律约束，她们也无法保护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泄的小水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